大家好，我是 QB 老师。这段影片我就来跟大家介绍 SPCR Joint Dynamics 这个布料模拟插件。我会以前几天发布的这段影片作为例子，预计会分为两段教学视频。第一段先介绍 SPCR Joint Dynamics 的各项参数，第二段再补充一些在制作这段影片的时候所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SPCR 是 Spark Creative 的简称，是日本东京的一家游戏开发与动画特效制作的公司。而 SPCR Joint Dynamics 布风谷物理引擎就是他们开发用来处理游戏里面的布料模拟的一个插件。这个插件有 UE 和 Unity 的版本。那 UE 的部分目前支援到 UE 5.03。那为了方便，以下我就把布风谷物理引擎简称为 JD。JD 跟我经常用的 Kawaii Physics 有着类似的功能，而最主要的差别是 Kawaii Physics 把布料视为一条一条的绳索，像这个样子。好，所以手脚会轻易的从绳索之间穿过去，不论用任何方法都很难克服这个问题。那所以它比较适合用在头发或是装饰用的布条，就好像是尼禄的头巾或者是衣服后摆。而 JD 是网格状的连接，所以可以阻挡手脚，不让它们穿过布料。那也可以更好的模拟衣服布料的动态。接着我们就进入正题，首先是 JD 的下载和安装。JD 和 Kawaii Physics 一样，是放在 GitHub。它的下载网址我会放在影片说明里面。不过跟 Kawaii Physics 不一样的是，它并没有放在 Releases 这边，而是要按下绿色的 Code 这个按钮，然后再选择 Download Zip。下载完成之后，直接打开下载的 zip 档，然后再打开一层。那这里会有一个 My Project， 是一个 UE4 的范例专案。那不过里面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参考的内容。那另外 Plugins 这个资料夹里面则有 4.26、4.27 和 5.0 的插件。如果你是使用 UE 5.0.3，那就打开UE 5.0.3的安装资料夹，好像我这里是安装在低磁碟机的 Epic Games， 然后它里面就会有一个 UE 5.0。好，然后再把这边的 5.0 资料夹里面的 Plugins 直接拉到这里的 Engine 这个资料夹，那就可以完成安装。安装好之后，打开关卡编辑器的插件，搜寻 SPCR， 那把这边勾起来之后，再重新开启，那就可以完成它的安装了。JD 的使用方式也跟 Kawaii Physics 很像，那这里我就用神里灵花来当做例子。我们先替它建立一个动作蓝图，Animation Blueprint。那打开它之后，在这里搜寻 SPCR， 那就可以找到 JD 的这个主要节点，然后一样我们把它拉到输出节点，那这里就会多了这个必要的转换。然后我再搜寻 slot default slot， 这个是我们在sequencer 里面需要用到的。那这边也一样，把它再连起来，好，就会增加额外的转换节点。然后为了测试它的动作，我们再把这个动作，那这里我用的是 Simultan， 好，再把它连到 slot 节点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JD 节点有哪一些参数。Dynamics 动态，就是用来指定布料的骨架。Structural
结构是用来维持布料的基本形状。好，这边有一些参数。那再下来是 shear 剪力，还有 bending 弯曲。那这两项跟布料在动作当中所受到的力有关。以上这4项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参数，而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一张图。这里的每一个点就是一个 joint， 一个接点，那其实就是代表一根骨骼。上下的方向是这些骨骼原本的接层关系，而左右方向代表的是相邻的bone chain，相邻的骨骼链接。比如说，神里灵华的裙子是由12条骨骼链接所构成。那每一条骨骼链接，比如说群00，然后它的下一层就是群10，以此类推，好，这样子往下。那如果我们从上视图这边来看的时候，群00是这一条，然后群01、02这样子逆时针方向，整个绕一圈过来。所以呢，好比说群10，它的上面是群00，它的下面是群20，那就相当于我们这边垂直的方向哦。比如说这个如果是群10，那这里就是群00、群20，而横的方向就是相邻的骨骼链接，所以群00旁边的这一条就是群01，然后另外一边是群011。这12条骨骼链接就会构成裙子的垂直结构，那就是在 JD 节点里面的 structural vertical 垂直结构。而横方向的骨骼链接到骨骼链接之间的节点相连起来，就会形成裙子的水平结构，那就是这边的 structural horizontal。所以要建立裙子所对应的 JD 节点，我们就在Dynamics 动态这个地方呢，输入这12个骨骼链接。所以在 Joint Pairs 这边，我们会总共有12个项目。那我每按一次加号，就会增加一项。好，那这里我们就直接这样子建立12个项目。每一个项目就是一条骨骼链接，所以root bone 代表它的开始位置。比如说我们的裙子群00这一条，那它的结尾就是群80 end 这一项。那这样子就输入一条骨骼链接。那骨骼链接之间呢，要依照顺序排列，不管你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总之要依照顺序，它的结构才会是对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群01，那这里对应的就是群01这个骨骼链接的末端。好，我们就依序把这12个骨骼链接把它全部做输入。好，那现在这12个骨骼链接我都输入了。那特别注意到在第5跟第7这边刚好会对应到衣服后面的这个飘带。好，所以在5跟7的部分，它的骨骼链接是特别长的，那我们就直接连到最后面的部分。好，那在我们按下编译之前呢，我们找到最底下，在 Debug Draw 这个地方，我们把 Debug Draw Constraints 这一项给勾起来，然后再按下编译。好，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所建立的这些骨骼链接，它会变成一条一条的带子，有点像是在这个 Kawaii Physics 里面的方式。而且这些骨骼之间目前只有上下是互相连接着，这个左右的方向
左右这边的方向并没有连接，那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些裙子的部分会乱飘。好，那所以我们回到结构这个地方，我们再把 structural horizontal 水平结构这一项把它给勾起来，然后再按下 compile。好，那这些效果我们要按下播放才会看得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横向的部分也是有连接在一起的。好，但是目前它还是会整个乱飘。那要阻止这种乱飘，就是要靠剪力shear 跟弯曲 bending 这两个项目。shear 指的是斜方向的这个作用力。那你可以想象成，比如说原本这些顶点接点跟接点之间有火柴棒或者说有弹簧支撑住的时候，那它还是有可能会往这边弯过来。那但是如果我在这个方向也有一根弹簧撑在这里的时候，它就比较不容易弯曲也不容易乱飘。那同样的，像这个地方，它如果要往上折，或者上面这边往下折的时候，如果我已经有一根这样子长度的弹簧顶在这里的话，也会使得它比较不容易弯曲。那这个就是 shear 跟 bending 的作用。所以我们就来到这边，把shear 跟bending， 那 bending 我们又分为有水平方向跟垂直方向跟水平方向的，就先把它给勾起来。那现在我们再按下编译。好，那我们看到裙子的形状就已经维持的比刚才要来的更好一点。好，借由这边的这些结构线我们可以看到裙子本身已经得到一个不错的支撑。那但是在这个位置，骨骼链接的裙00跟最后一条之间呢，这个地方它并没有连接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边的整个骨骼的描述、骨架的描述的部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片摊开的布，就是从0到11，这整个是一个摊开的布，但是弯上来围在腰上面。那0跟1之间是没有连接的。那如果我们把0跟1之间也同样加上这些结构，还有剪力跟弯曲的连接的话，它的结构整体的结构就会变得更完整。那这个就是靠着这边的 joint loop 这一项，我们把它勾起来，然后再按下编译。好，那我先播放，好，先把它停下来。那我们看这一条是第0条的骨骼链接，这边是第11条的骨骼链接。那这个地方的这个支撑就架起来了，好，所以整个裙子就维持了一个很好的形状。当然，在这时候我们仍然会有穿模的问题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增加身体的碰撞胶囊。碰撞胶囊的设置是在 Colliders 这个项目底下。那设置的时候呢，角色最好维持不动的姿势，所以我们最好把动作档到 slot default slot 这边的连接，把它先打断掉。好，然后在 Colliders 底下的 Bodies 这边呢，这是一个阵列，那阵列的每一项就对应到一个胶囊。好，所以像这里我已经先设定好了右大腿的胶囊。好，那我们要新增一个胶囊的时候，比如说我要新增左大腿，那我只要在 Bodies 后面按下这个加号，那我们看到它就会变成有2个元素，每一个元素底下第一个参数就是这个胶囊对应的骨骼。所以像这边是右大腿，那要注意到的是
MMD 的角色，它的大腿的骨架是这个足低底线 R 或者足低底线 L。好，记得这边要有这个 D。好，那再来 transform 就是这个胶囊的方向。那我这边已经调整好了方向，但是我先给大家看一下，通常我会怎么样的设置。因为对于不同的模型而言，这些方向或者是胶囊的半径等等，不见得是完全一样的。好，那这里我就先卷动到左大腿的这个地方。好，那比如说我现在就先按下编译，也同样我们要在 plate 状态底下才能够看得到。那现在我们会看到有一个非常大的球，好，那就是因为它的半径不需要用到这么大。大家可以看到我在右大腿的部分设定的半径只有0.09，好，所以这边我也同样打0.09，再重新编译。好，然后这边我先把它切到右视图。这里的右视图其实相当于角色实际上的正面图。好，那我可以先把辅助线先把它关掉，就是在 Debug Draw 这个地方，这个项目先关掉，然后我再编译。好，那这样子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好，那现在它是一个圆球，那我要把它变得比较长一点，像大腿这样子。好，那所以我这边比如说我现在把它设成0.3的大小。那 compile 之后呢，我们会发现说，哎，怎么看起来它还是一样的？那我换到front view，就可以看到说它原来是因为它的方向是这个样子。好，那所以我们就要透过 transform 这边来让它转一个角度。好，那上面我们已经知道它要转的是 x 轴。好，那所以我这边直接 x 轴转90度。那如果你不知道应该是哪一个轴，比如说我一开始先是转 y 轴，那 compile 下去之后，哎，发现它的方向并不是我要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就再把它给换过来。好，那这样子的方向就是对的了。然后它这里的位置太高，好，那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把它往下移0.2个单位。好，那这样子移下来。好，然后我们看到目前来讲的话，左右大腿的这个胶囊的大小都有点大，比实际的大腿的宽度要来得更宽一点。那也就代表说，这个0.09的胶囊半径呢，可能还是太大了。那我就把它稍微缩小一点。好，那这样子大概就是我们左右大腿的胶囊的大小。那我再切回到透视图这边。那现在我就可以再来测试一次。那现在看它开始动作的时候，好，相对于刚才就比较不容易乱飘了。好，那但是还是会有一些穿模的现象。那这个我们再更进一步的做调整。刚才我们从正视图来看的时候，胶囊是有涵盖到大腿的范围，啊，差不多这个位置。但是如果从侧视图来看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啊，这个地方是大腿，也就是说胶囊并没有把大腿整个给盖住。那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把胶囊的半径稍微设得大一点。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发现胶囊的位置并没有很好的涵盖到臀部，好，靠上面的地方。好，那所以我们需要在下半身这边再多增加一个额外的胶囊，才能够把裙子在靠近腰的这个地方，好，把它给撑起来。好，所以我先卷动回到 Bodies 这边，再按下加号，
增加一个新的元素。那这个元素对应的骨骼就是下半身。那半径呢，我们先把它设成跟大腿约略一样。那我们再编译一下。好，那现在我们看到它会在这个位置但是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它这么高。那刚才我们这边左大腿的胶囊，我是直接在 Transform 这边输入它要转动的坐标轴。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直接用这里的变换工具，比如说我现在选择到位移工具，那点一下这个胶囊之后，我就可以把这个胶囊往下移动。那但是现在大家可能发现我这个胶囊拖不动，好，那这是因为格点设定的关系，好，所以像现在这样子我就可以往下拉，可是这个距离太大了，好，所以我们就把这边这个锁定格点给关掉。那这样子我就可以比较小范围的移动它。大家可以看到我往上移的时候，裙子其实会稍微被撑开。好，那我就大概移到这边，好，差不多这个样子。那现在我们再切回到透视图，重新编译，我们再来看一下。好，那现在初步我们已经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了。不过裙子看起来有点硬邦邦的，而且头发的部分我们也还没有处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把这些部分留到下一段影片再一并跟大家做介绍。那我们先到这边，谢谢大家。